自来也的护额上写着游，纲手的衣服上写着赌。那么同样作为三忍之一的大蛇丸呢，又有什么字可以彰显出蛇书的特点？其实早期的木叶三忍并没有独特的称号，也是根据角色后期经历而诞生的。比如自来也和妙木山缔结了契约，游这个字就代表了木叶的自来也也是妙木山的一员。蛤蟆仙人的脖子上也挂着一个写游字的蛙牌，自来也也就相当于蛤蟆仙人在人界的代言人。当然自来也的忍术大多数也和游有关，比如五右卫门、蛤蟆油盐蛋，还有喷了小南一脸的也是有。再来看纲手，纲手不仅继承了筑坚的部分恢复能力，还继承了筑坚爱赌的个性。当筑坚听到是自己的孙女小刚成了5代目火影后，瞬间变脸，生怕纲手把木叶卖掉。纲手虽然爱赌，但逢赌必输，所以有了传说中的肥羊的称号，而背后的赌字也成了纲手的代言。自来也的游和纲手的赌都和个人成长有关。那么大蛇丸呢？有人说大蛇丸应该是毒，按照粉丝们给三忍的安排，就是自来也是黄，纲手是赌，大蛇丸自然是毒了，很合理。但我认为更恰当的是，一个代表文学，一个代表医学，一个代表科学。用毒来定义大蛇丸，虽然蛇叔是擅长使用毒的忍者，但此毒更多的是形容大蛇丸这个人狠毒，对曾经的老师战友都能痛下杀手，对普通忍者更是想杀就杀。毒并非毒，而是狠毒。可用毒这个字形容大蛇丸显然太平淡了，忍界狠毒的人太多了，没办法彰显出蛇书的特点。那么还有哪些字是为大蛇丸量身定做的呢？蛇书是什么？火影世界中跨越生死的存在，甚至敢在死神面前坑蒙拐骗。如果说要用一个字形容大蛇丸，那么生死的死就很贴切了。大蛇丸看透了生死，甚至能够掌握生死。他的毒鸡汤里随便一句话就能让有火影思维的一打击跳崖，而蛇叔研究的术、向往的身体也都是和生命永生有关。有人说蛇叔其实很温柔，我有理由相信大蛇丸也是看到纲手失去爱人弟弟后，于是才决定研究生死之术的，想要让那个女孩再次笑靥如花。还有一个字和大蛇丸的设定也很贴切，那就是禁。飞间创造了禁术，而大蛇丸将它们发扬光大。他学习了各种禁术，会毒转生、尸鬼封禁、不尸转生，甚至最后自己都变成了不朽的八岐大蛇。集忍界禁术为一身的蛇书，用禁这个字最好不过了。其实禁这个字本身就有代表着危险的意思，蛇叔在木叶的时候就喜欢搞一些危险的实验、禁术等等。如果说大蛇丸身上写着禁，光是看到这个字就会让人不寒而栗，敬而远之。再看大蛇丸离开木叶之后的经历，除了研究生死、学习禁术，他还创立了阴忍村。这个村子的忍者有资格参加中忍考试，并且沙隐村愿意和他们合作，足以证明在忍界也有一席之地。叛逃了自己的村子，还能创立一个新的村子，整个忍界也是独一个了。蛇叔如果留在木叶搞事业，指不定第5代就是你了。所以阴这个字也可以代表大蛇丸，代表了蛇叔的事业。你认为还有哪些字更符合大蛇丸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哦。最后还有一个问题，如果蛇叔身上真要有字的话，应该出现在什么部位呢？